汉克再次支付了1000万美金的餐费之后，便来到酒店休息，同时开始筹钱。筹措10亿美金，对汉克来说虽然肉疼，但并不困难。他很快便按照要求，在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上，匿名购买了价值10亿美金的比特币。这些比特币对应的数字钱包地址，他也一并都交给了马特·芬克尔斯坦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在确认钱款无误之后，便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史蒂夫。于是史蒂夫又跟汉克约了第二天的晚餐。汉克已经麻木了，他知道今天晚上去天香府吃饭，肯定又要再掏1000万美金的餐费。被叶晨反复折腾几次，同时又被胰腺癌影响，他现在对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什么钱不钱的，能活着就是最好的。如果在保留一定钱款的基础上，还能活得比较健康长寿，那基本上也就可以满足了。群里那10几个阳痿的唯友们，为了生活的乐趣不受影响，也都纷纷凑够了钱款。只是他们并没着急第一时间把钱打过来，而是想等着看看汉克胰腺癌这件事情会有什么转变。如果叶晨真的有办法治好汉克的胰腺癌，那就证明此人手眼通天，拥有大家根本就无法判断的超强实力。大家赶紧把钱打过去，然后过来待在码头，这件事情就算平安度过了。可是如果汉克的胰腺癌没有什么变化和进展的话，那大家就要重新考量一下叶晨到底靠不靠谱。别回头，钱花出去了，阳痿还依旧痿着。翌日，汉克一整天都度秒如年，他盼着能够早点见到叶晨。可是叶晨今天安排的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钟，好不容易挨过了一整天。入夜之后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提前来到了天香府。洪武见了他，便忍不住笑着说道：汉克先生今晚怎么来这么早？现在才8点半，距离叶大师说的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呢。汉克恭敬地说：我在酒店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到洪先生这里坐着等吧。洪武点点头说：既然这样，那就去钻石包厢吧，今晚都给你留好了。汉克忙道：哎呀，洪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，非常感谢。洪武笑道：咱俩还谢什么呀？说实话，我天香府开到今天这么长时间，你是在这里吃饭消费最多的一个，没有之一。换句话说，你就是我的超级大客户。汉克听得欲哭无泪，正常人吃一辈子饭也吃不了1000万美金，自己在这里一顿饭就是以1000万，不管是自己做东，还是跟别人一起凑份子，这钱都一分没少过。今天又要掏出1000万美金，成这里的大客户也不足为奇。于是他一脸堆笑地说：洪先生这里的饭菜非常好，服务也非常棒，环境更是没得说，多在你这里花点钱是我的荣幸。说罢，他便伸手比划了个请，笑道：走吧，汉克先生，我陪你一起去钻石包厢。汉克一个人在钻石包厢里等1个多小时，史蒂夫才带着马特·芬克尔斯坦一起赶过来。见到汉克，史蒂夫问他：汉克，我听马特说，你们那些人里只有你把10亿美金的加密货币给过来了，其他人为什么还没有动作？这个，汉克想了想，根本是打算替那几个兄弟打打掩护的，自己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搪塞一下，比如说他们在筹钱啊，还没有找到安全的购买渠道啊，反正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拖个1-2天，都还是能说得过去的。但是汉克此时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抵触这帮人，抵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要交了10亿美金，就可以恢复男性雄风，自己交了10亿美金只能治愈胰腺癌。等大家都把钱交了，他们几个有可能还会凑在一起搞各种聚会，而自己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想到这，他对那些人也颇为不爽，于是他便感叹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不瞒您说，这帮人都是一群墙头草，他们现在举棋不定，是因为他们还要等着看看我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。再说直白一点，他们是希望通过我来判定一下叶先生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。史蒂夫笑了笑
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有必要跟叶先生建议一下，加收他们一个滞纳金。”说完，他感慨道：“一人至少也要加收2亿美金才算合理吧？汉克，你觉得呢？”汉克恭敬地说：“一切都由罗斯柴尔德先生您和叶先生定夺，无论你2位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在下都鼎力支持。”正说着，房门被人推开，叶晨的声音传来，笑着问：“汉克，你要鼎力支持我们做什么事？”汉克见叶晨来了，立刻站起身来，极其恭敬地说的：“叶先生，我们在说其他人还在观望的事情。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意思是，如果他们一直持这样的观望态度，那就要加收他们一份滞纳金。”叶晨笑着说：“这倒是个好建议，马特，你记一下，到时候跟那些人传达。”马特·芬克尔斯坦立刻说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在下都记下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看向汉克，问道：“汉克，你的飞机准备好了吗？什么时候返回美国？”汉克忙道：“回叶先生，在下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，12点整从金陵国际机场起飞，返回纽约。”好，叶晨微微一笑，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2下，几许灵气自他经脉进入他的身体，直接汇聚到了他的胰腺位置。现在的叶晨对灵气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治疗胰腺癌这种病已经完全不需要浪费回春丹或者是散血救心丹了，他只需要将灵气精准地渡入对方体内，汇聚到病变位置，等待灵气自动修复对方的身体，便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。灵气本就是世间万物最本源的能量，它最独特的地方，便是遇到一切有损生命本源的事物，都会立刻对其进行重塑性的修复。用灵气治病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对症下药的。一个人如果感冒了，那是因为感冒，病毒侵入到了他的生命本源，灵气进入体内之后，就会第一时间找到有损生物本源的病毒，并将其彻底移除，同时修复被他们所连累损伤的身体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人如果患了癌症，当灵气进入他体内之后，也会对癌细胞进行彻底剿灭，同时修复他被癌细胞损伤的身体器官。所以很短的时间内，汉克的胰腺癌就算是彻底被治愈了。因为汉克的胰腺癌处于没有感知的阶段，他此刻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痊愈，他还在心里暗自琢磨，不知道叶晨究竟准备什么时候治疗自己，莫非是要等吃完饭之后吗？于是他赶紧对洪武说道：“洪先生，还辛苦您赶紧安排上菜吧，等吃完饭好让叶先生替在下治病。”叶晨淡淡道：“你的病已经治好了，饭吃不吃都无所谓，你要是不着急回去，就在这里把饭吃完，你要是着急回去，就把饭钱付了，赶紧去机场吧。”汉克一脸懵逼：“叶先生您什么时候给我治好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